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后的批评是错的，对，说是有民进党发起或者是赖清德发起，这是错的。第二个也不可能说什么选择性的不要全部全盘罢免，选择性这也是错的，不可能有人有这个权利去指挥这个嘛。那么下面我们可以谈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又像那个什么有什么游盈隆什么这些，什么要检讨这个罢免的责任，这点我是觉得很讨厌。罢免是台湾公民行使宪法权利啊。你凭什么说人家那个是恶霸？很重要一点就是选举罢免是公民权利。你可以说它不合法或者合法，你不能说它是有的罢免是善罢，有的罢免是恶罢，你不可以做这种批评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罢免有3个，那选举是不是可以有3个？这很危险。就是说将来香港化以后，他们就说，哎，你要选举可是你要爱国，你爱国人士才可以选举，你不爱国你就不能来选举。把那个罢免选举设定所谓对错的条件的话，你的民主就开始受到威胁了，受到筛检，对不对？自我思想审查会慢慢开始，对。什么是追究什么恶霸啦，什么追究战犯啦，追究责任啦，这种人非常危险。你说罢免这个人，那你这公投是不是也应该是恶？当然是对。好了，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公民投票，通通没了，这很可怕。所以游盈隆，我今天有觉得讲，你不要再闹了，你不要再闹了，不要自己的讲这些话多么离谱。他们最近说什么要叫沈伯洋、这个柯建铭下台，还要我下台。我说我无业游民，我去哪里下台？是啊，上次不是说他们说百工百业的出来支持了，我说还漏掉一页，就是我这一页，我说无业嘛。很幽默，这说幽默，我无业游民，对，叫我去哪下台？对，我在从哪下台？你怎么可以检视国民的权利呢？对不对？那反而应该检视的就是说，国民党你这个罢免程序一再违法嘛，对不对？那这个叫法办嘛，这要检讨。我们公民权利那个多么守法。对，我们联署书真的是一张一张这样签出来。我说联署用那个生命去收的。这是真的，真的是真的，这是卡罗可以多讲一点，这是真的，对。所以这样子，你居然说那个他是恶霸，那你的是非对错的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这个是真的要反驳了，要斥责了。对啊，而且像提出这样子批评的人，其实也不见他们在之前的事件里面，国民党非法联署的时候，伪造联署书的时候，也不见他们出来批评这个违法的行为。对啊，这非法的才是更应该谴责的。或者会不会是带着目的的故意来分化这个所谓台派的支持者？我其实也是这样想。我刚刚就提到，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统治的方法。对啊，没错，破坏者。对啊，所以我骂那个游盈隆，很大嫌疑是中国地下党员。他如果告的话，就是你的事了。当然，这是大罢免，当然没有成功了。不过我也讲，并不是代表我们失败，对不对？起码我们达到几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第一个，你看下他们那个哭哭啼啼，本来是很压霸的，这什么哭哭啼啼的，然后委委屈屈然后是低声下气，跑去呢求他的选民支持有的还甚至跪下去了，快跪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动3的预算，也赶快解冻，对不对？那么这个我认为当然是我们的胜利啊，这是给他很大的一个警惕了。这是大罢免，但最后的失败当然是说这个民进党真的没有全部投入了，对不对？对这点来讲，我个人认为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本来以为国民党来投反对票的投票率不会太高，民进党应该是非常高，就这样反过来，我认为是这个宣传战我们刚开始这个抗共保台是有效的，后来到了其实共产党、国民党，他们根本不理你这个，你讲我们的控诉说你通匪嘛。见王富宁嘛，乱政嘛，毁宪嘛，对不对？
那我们诉求这个，他更不理你们，觉得文宣全部都去打民进党，打赖清德，说他独裁，民进党想要这个破坏民主，要把我们在野党消灭，怕我们制衡他，铺天盖地这么讲，有没有用？有用，非常有用，真的有用，有用，这很有用。真的很多中间选民就搞不清楚了，对，然后就认为这个民进党乱搞做得很辛苦，因为他不理我们，他就骂民进党，民进党无法反击，变成我们要去替他反击。对，阿美也讲嘛，阿美说你看，我们一直要替他辩解，我很辛苦啊，真的。那时候他们说民进党赌输了翻桌我说民进党没有输啊，总统也是人家赢啊，立委选举人家比你多很多票对不对？只是因为票不整值，所以席次的问题，席次问题嘛，对，民进党没有输所以翻桌之说逻辑不成立嘛。第二个，那个他们说骂赖清德独裁，我说民进党没有独裁的 DNA，他是民主政党，你叫赖清德独裁，他独裁不来。我讲，赖清德不讲还有一个以前说的那个，不是赖清德搞了一个什么杂志说，听说杂志说就是团结思想，就是我们那个民调反转的开始。我赶快跳进来说，这杂志不是讲人不是骂人骂人是讲人渣杂志就是你的思想的那个不正确的嘛，民调也不答辩，所以真的很累。还有那个我们在陆战上是普发1万，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真的很累，很难解释。普发1万，民进党要第一个就是明明白白、严严正正、彻底的否决，这你是违宪的嘛，也违反财划法嘛，也没有预算嘛，分明是买票嘛，对不对？你一下就否决掉好了嘛，支支吾吾的，拖拖拉拉，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现在居然还是要发，民进党不知道他1万块他现在发多么的打击了绿营对民进党支持，非常严重。如果赖清德不知道这个那时候说要发的时候，我们志工团队确实一群人崩溃，真的，对，会觉得我们之前在街上就是为了这件事辩护，那现在突然又要发，我们是不是？对啊，我们是小丑的那种感觉。当时赖清德在讲团结的时候，我的心就发凉。我说我们这个志工生命在这个要罢免，你能不能讲团结？你讲团结就是你是要跟那个国民党去团结嘛？那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变岳飞这一次没有成功，是民进党不但没帮忙，而且帮了大忙。这个是我们回顾来讲是很惋惜的。是，那我从票数分析来看就是后面我们当然联盟这边也有做一些票数上的分析，那有趣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在从过去那个政党票的分析来看就是说民众党的支持者大概有15%是投了同意票，那35%是不同意，剩下50%没有表态，剩下的这50%没有表态的，也许也就是未来在我们未来的选举民进党或者是台派我们要争取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出来。然后那15%也是我们有撼动到的一些人，那包含就是一些像是英霸那些正蓝军，那是后来我们也是有把他们拉过来嘛，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功，让他们重新去思考，现在国民党倾向共产党不是他们符合他们的价值的，这也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我也看到就是败的部分，其实那个催票率之可怕，那个尤其是花莲是60%的投票率，那是真的是高过过往选举的一个投票率，这个是很反常，因为我们本来都认为说罢免的投票率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包含花莲、台东这些比较偏乡的地方，有一些里别开出来的票没有一张同意票，没有一张同意票，那也就看得出来说，他们这个地方的势力在对地方的居民造成心理上的一个压力不敢出来投票，或是只能投不同意票。对，这个很难想象，因为我们都是都市人嘛，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想象这个在地方，他就是会看着你有没有出门，有没有去投票，
对，然后那时候反正这个投开票所开出来也就几十张，我都可以知道谁有投谁没投，谁投了什么。这个对地方造成压力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是公民的力量嘛。我们当时在3街投票的时候，我们看板租不到，公车广告租不到，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洪孟凯这些被罢的立委们，他们的看板满街都是黄建豪的看板，甚至比他在选举的时候还要多。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是很积极的防守。那在社群上面的这个风向啊，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中共跟国民党的那个发下来的资金，尤其是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霸团在社群上面的影响力跟他们比起来，童文成好像很厉害，但是呢，你真的放到一般来看的时候，尤其是听说台中我们卢秀燕市长就有多少个群组，5000个群组可以发讯息啊，对，所以他只要一个讯息一发出去，然后他们对于社群的经营，那个对网络的经营，那个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像是那个郑正前，他听说有好几只手机啊，然后他每次出去就跟人家加 LINE，就加 LINE，然后呢，他只要有一个讯息，他就一个账号可以有5000个朋友嘛，你看他有多少个，他会这样发，对，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地方。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看得到那个中共的那个他们那个对于社群的那种影响力是很可怕的，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注意的地方。没错，可以说这是大罢免呢一个收获，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啊，台湾现在被中共渗透的，或者说收买的，多么厉害啊！那么他们的这个讯息啊、网络啊、文宣啊，是多么厉害啊！应该是让大家要提高警觉了。假如你真的不想被中共统治，真的不想台湾变成香港，这是大家都一定要警觉了。这确实也是大罢免一个很大的收获了。我是觉得这样。想要请教曹董，就是说，因为您有很近距离的观察过香港被中共的手渗透的那个，然后在台湾这几年，您的那个既视感是不是很明显？就是您怎么感受这个？因为你有很贴近过香港过。香港这个情况啊，因为它的反送中运动啊，是成功的。对。那么成功到后来啊，他们有那个立法会啊。后来在过程当中有个选举，反送中的是大胜，可是那些立法会议员后来这个都被取消了。没错，而且还有些送到监牢里了。对，没错。所以意思说，香港的反送中如果就投票文宣上，比我们这次大罢免是成功的。是。相反的呢，我们台湾号称是民主国家，我们这次的投票，大家对这个现况的了解啊。事情的这个是非对错的了解啊，远远不如香港。香港那时候真的是100万、200万这个上街头，最重要的是他那次那个选举啊，他们是大胜的。相当于说我们是大罢免成功啊，被取消，被判免说你这个罢免无效。他的情势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这次罢免没成功，实际上比香港当时2019年情况还严重。这是值得忧心的。对啊，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想说，曹董，一直有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状况很忧心。我相信你是在曹董在经验上，在贴近香港来看的时候，你有感受到那个既视感，对，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大家。民进党为什么没有整个投下来？民进党，因为他们认为说啊，可能26、28选举比较重要。对。那么他们想说，我这26投入了资源，罢免掉，我选上来。这1年，对不对？对，我是划不来的。要选2次太累了。对，没钱啊。我很清楚了，民进党是把我们推到前面了。你罢，我们3街请民进党推出候选人来，跟我们一起罢，他都不肯。他想26、28，可是呢，他对不对呢？也不这样完全错。是啊。听说这次国民党为了保卫啊。把我们资源都花光了。我相信，好像有听到什么花莲光保卫战，花莲花2亿是听说的啦，对，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等于说我们去消耗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资源。如果26年那个民进党如果选赢啊，不过他也不会感谢我们。民进党现在士气当然很低啦，
我觉得大家不是大半点失败，你发1万块啊，那个严重的打击了支持者的那个支持者的士气，真的我是不知道那个赖总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严重的打击的，成败得失，也很难说啦。拉长时间的跨度来说，我觉得不见得是失败。我真的这么觉得。那我个人觉得说那个，他们有人说，你看这个你讲这个抗共保台啊，没有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啊，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啊，我认为还是最后他们的文宣啊，是民进党独裁啊什么，最后什么杂志说啊，什么什么这些啊1万块啊，这些是影响成败主要因素。并不是说我们诉求了。对，这个卡罗可以提，因为我们那个抗共保台的这个文宣在一开始提出的口号的时候，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在1、2阶是吸引到很多正蓝军，对不对？对，而且那个港湖除锈那个，他们说有一些深蓝的地方，其实投赞成票的，一个里有600-700人啊。我们北松山也是这样，对啊，因为你们有眷村，空军眷村的地方，我们得到的同意票比上次民进党的，就以同样的投票来说，因为上次民进党大选嘛，所以它是7成多，我们是大概在6成。如果是一样的投票率来说，我们得到的票数比例上还大过于上次他们就是民进党在那边立委得到的票数，而且是深蓝区。对，这是好消息。所以说这个抗共。不要以为这个蓝的都是投共的，那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这个好，这个文宣上啊，把那个蓝的都打到投共去，所以有很多蓝的不开心，可是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有些蓝的他不见得认同这些投共的了，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在动摇，我们北松山翻转了4个民进党从来没有赢过的里。这些人都是在眷村里面长大的，但我们只能看我们的区啦，就其他区我比较不理解。我们真的是蓝的这个动摇，但是为什么这会输？真的是偏绿的中山区的票没有吹出来。对，这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报道没有在替自己做事啊，我们在民进党做事。我讲我说我是看民进党这个，等于说头被国民党啊压在地上摩擦。真的是很惨了，真的是。对，我们帮他等于是扳回来一个机会，成败得失，这样也难讲。不过我是觉得，这次能够这些罢免志工出来啊，我觉得当然可贵了。